好，2026也来看一下台美之间的经济上的这些相关联动性啊。那么来看一个经典的案例，我们要举的就是鸿海的案例。在2017年呢，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啊，跟当时就是美国总统，当时也是川普，那么他们呢高调联合宣布鸿海在威斯康星州的设厂案。当时呢，Made in USA 啊，美国制造也成为了川普竞选连任的最有力诉求，当然也为鸿海的转型布局注入了强心针。鸿海是做足了准备，他们问遍了台面上所有的国际级的管理顾问公司，还特别找来麦肯锡来协助在建立美国设厂的初步框架。接着呢，又找了 Deloitte 啊这个提案做选址筛选，最后。这个鸿海团队是认为税收抵减补助是帮助平衡美国与中国之间竞争力的必要条件。然后呢，他们敲定是由安永来担任顾问，负责与美国州政府谈判补助的相关问题。可是没有想到呢，1年之内这个剧情急转直下。因为中国大陆的面板厂新产能陆续开出，使得面板的价格暴跌。尤其这个京东方合肥10.5代线在2018年3月开始量产交货，让鸿海瞄准的大尺寸电视面板的报价面临腰斩，因此呢，价格战出现了白热化，打得非常的激烈。2018年6月。郭董呢还跟川普一起在这个鸿海的威斯康星州的动土典礼上，两人当时呢还开心的宣布说，这个威州厂呢将会成为世界第8大奇迹。但当下对鸿海来说如果再到美国再去设一座10.5代线的面板厂，在商业策略上已经没有什么太重要的意义了。所以最终的结果呢，就是设厂的进度延宕。那后来呢，我们也看到，这威斯康星州他们选举呢，结果变天了，换人执政，换成了民主党。鸿海当然希望能够重新跟民主党执政者，就这个州长呢，来谈设厂的规划案，改设其他的生产线，但最后呢，无疾而终。那也因此呢，被冠上说是言而无信啊，跳票，导致鸿海的形象受损。好，在这个决策上面，最后鸿海是背负了跳票之名啊。但我们来看看2026的今天，鸿海其实。在2025他们全年营收正式突破了8兆元的大关。那2026营收呢，有望挑战10兆的新高纪录。每股的盈余这个 EPS 呢，有机会上看到18到19元。文教老师，先问一个问题这个大家也想说，之前的恩恩怨怨尤其说郭台铭耍了川普真的是这样子吗？你觉得？其实呢，这个鸿海呢，就是作为一个商业的公司在商言商嘛，在商言商，他认为呢，还是要以商业逻辑为一个基础所以他不愿意在这个美国呢，因为环境改变了嘛，不愿意投入说所谓比较赔钱的像这个面板面板厂而是他现在反而会转向呢，像 AI 的伺服器跟一些云端等等这些所以。跟你讲的，为什么这个它的这个营收为什么那么亮丽是来自于 AI 伺服器跟云端这整个一个的一个需求强劲而来的。那当然了，在2017年当然他们有宣布说要在这个100亿，然后要创造13000个工作机会但是随着呢，我刚刚讲的一个所谓的高。这个劳动成本，因为我们知道去美国，那劳动成本相之高那还有供应链的结构跟市场需求改变，因为现在台湾就是 AI 再 AI， 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景气循环股了。我想骆董也知道，只有 AI 科技股。那因此呢，我想当然这个就鸿海的话，它还是会以这个所谓的 AI 跟 AI 伺服器这个为主那当然啦，所以我想呢。这个会被，当然他最后呢，我想他的投资只降到6.7亿美金了，我想从100亿到6.7亿美金，你看落差这么大，就会被外界就误会或者是说被戏称就是承诺多，但是这个所谓的实践的少。那因此呢，我想这个案子，我觉得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政治的一个耍弄，而是真的是投资环境跟公司的盈利需求而导致的结果。不然可能会更加的亏损。对，是。我们看到当年郭台铭他不愿意说做亏本生意，所以呢不愿意在美国卖面板，然后呢造成大赔钱可是现在对照来看，台积电在那边投资了蛮多的台积电可以不在美国赔钱卖晶片吗？那当然了，就是其实台积电跟鸿海又不大一样因为台积电毕竟它是全球一个布局它可以这个所谓的抓东补西嘛，来做一个弥补。而且呢，我觉得鸿海它有这个一部分呢有政治考虑，就是美国优先它为了
尤其这个川普他第2任呢，更祭出所有的一个高关税，那自然而然呢，他这个部分可能也为了他本身的厂的这个的公司营运。那此外，我想台湾政府也有相对的一个补助嘛，哈。而且你看，他现在台湾啊，遍地都是给他土地啊，给他盖厂。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也是需要政府的一个互相大家的配合，才能让这个台积电有别于鸿海。OK， 因为台积电现在看到在2026还是一样你看 AI， 所以它被 AI 追着跑，客户这个不缺。鸿海其实也搭上了 AI 的热潮，像其中之一就是辉达。那么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之前受访的时候也说，鸿海是辉达在 AI 云端领域的重要合作伙伴。那像也看到了这个鸿海董事长刘扬伟春节前呢也出席了所谓的兆元宴就是辉达宴请重要伙伴的这场聚会。先前呢，刘扬伟在法说会上对于2026年展望，他表达非常乐观的立场。法人方面也认为，受惠于 AI 产业的趋势确立，所以预估呢，鸿海将会随着那么 AI 机柜的出货量会持续的放量。好，陆董，请教一下鸿海是怎么样能够快速的打入？因为其实它转得很快，它立刻就能够转进打入 AI 供应链。他们靠的是什么样的产业战略呢？他们就是当初刘扬伟接任鸿海董事长以后，他就锁定3个方向，就智慧制造、智慧城市跟智慧电动车这3个方向。而且他把过去替 iPhone 组装厂，因为过去我们认为鸿海是一个组装厂而已，把 iPhone 手机把它组装好，把 iPad 这个平板电脑把它组装好，这样一个功能。但是他现在讲的，我不是指一个这样的一个组装，我可以不是卖一个零件基件给你。NVIDIA 的公司，我是把整个的机柜做好，我是 AI 基础设施的这个供应商，你只要开发 AI 软体，我帮你整个自建所有的机柜做好卖给你，让你来使用。所以所有的 AI 的这个创造者不管是 ChatGPT， 不管是 NVIDIA， 都要跟鸿海来合作，就是他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他把鸿海，你要做那个机柜，你要具备这个 GPU 的模组，你要基板，你要冷却系统，你要NVLink 的交换器，还有这个机柜，你这些全部你都要把它整合在一起，所以它充分发挥它 EMS 大厂电子整合原厂的能力，把一个机柜做好。那你知道一个机柜，真的一个鸿海的这个 AI 机柜就要1亿元以上，所以它去年卖了9400个机柜，就9400亿的这个收入。光是这样子，你想想看，鸿海怎么会不好？所以只要 AI 好，鸿海就会好。因为你做好 AI， 你把的所有的软体系统，你自建的，那来没关系，不用你建了，我鸿海帮你盖，是，把你整个机柜都盖好了，你都不用做什么，所以它会让像 NVIDIA、ChatGPT 这样的厂很乐意跟鸿海合作，所以黄仁勋才说是他重要的合作伙伴，因为 AI 里面除了晶片以外，最重要就是那个机柜，而机柜里面要有伺服器，那它才能够储存很多资料，所以 AI 算力中心也要靠它 ，AI 资料中心也要靠它，这超级电脑也要靠它，所以鸿海在这里发挥它所有过去累积多年的这个实力，终于在 AI 这一场这个机柜大战里面，它崭露头角，发挥领先。鸿海其实也希望能够华丽转身，就是说从原本的只做组装。到现在像您所提到的，提升它整合的能力对，成为这个辉达在机柜上面呢是不可或缺的一股伙伴力量。好，那当然这个现在很多的，尤其是科技台厂呢，都面临到是不是会像台积电一样，得到美国去做布局，去做相关的一些布局的战略呢？华尔街日报也报道说，美国供应管理学会他们追踪了一项工厂活动指数。那么到2025，就是去年12月呢，已经连续26个月处于收缩区间。2026今年1月份的新订单和生产才出现了回升的迹象。那因此呢，华尔街日报就认为某些方面延续了数十年来的优势这个趋势就是把工厂工作岗位转移到海外，导致了美国中西部城市人口减少，所以下了一个结论，就是扭转局面的这样的一个结果也不太可能会一触就可及。好，扭转局面不会是一触可及。那我们来看，就是现在提到的鸿海的例子所以鸿海只是其中之一。但黄老师觉得台湾有必要立刻去提到了这个2500亿的对外投资，这样的一个投资背后当然不是只是单纯的商业思考，那基于地缘跟国安因素也含在里面。您的看法？其实就我们台湾的
企业来讲的话，如果你把台湾的企业当做一个国际关系的话，鸿海、台积电这些是超级大国。那所以你说它可不可以转型？它在 Wisconsin 或在哪里受挫，那只是它一根小指头，并不代表它其他的资金调度、人才还有这个重心移转就很难。可是中小企业就不一样。那如果拉到国际关系的话，就是台湾有点像国际关系中间的中小企业，就是说你资本没有那么多，你转向没有你转不动，资金不够，人才不够，腹地不够，市场不够的情况之下，所以我觉得现在来看呢，鸿海确实是转了。那台湾能不能够以台湾来讲像主持人刚刚讲的，我们有几个2500亿，对不对？你投下去的话，你转不动了。对，因为一旦签下去以后，你没有更多余。如果我还有10倍以上的2500亿，我没关系。万一有差到时候再说，还拖在那边。但是其他的我还可以动。问题是台湾现在2个2500亿进去，再加上1.25兆的军购，所以事实上我们就会被在某一个方面来讲，我们财政上会很卡。所以其实不只是2500亿这种天价也好，或者说这个金额上的问题更重要的是2026台湾必须要思考的是，因为产业的布局而造成的人才分散的问题，该如何去面对跟如何去因应。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中美互动牵动全球，美中竞争，地缘争霸，外交、军事、科技、经济，多元观点，权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赛局。每周6日，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川普发动的全球关税搞的是天下大乱台湾方面呢，则是看到跟美国终于在1月份达成了贸易协议。那台湾输往美国的关税呢，从先前的20%下调到15%，跟日本和韩国是一样。不过韩国一度是面临现在回调25%的这个突发状况。而且呢，台湾这次谈到的税率是不叠加的最惠国待遇的税率。那台湾的半导体跟科技产业呢，将要进行至少2500亿美元的新直接投资，用在到美国去建立跟扩充先进半导体、能源以及人工智慧的生产与创新能力这些相关的投资这个刚刚也提到了2500亿，确实不是一个小数字。台湾工具机暨零组件工会呢，在日前也发布了2026年工具机展望，表示呢，这个整个产业工具机的产值跟出口获利将会在2026年全面苏醒。那么工具机呢，今年出口到美国至少可以成长6%到8%。但是也有人担心，是先前呢，美国商务部长 Lutnick 他不是说吗？除了说要让美国的总统川普开心以外呢，他说呢，这次美国的战略就是呢，把台湾整个半导体供应链产能的40%转移到美国，所以担心的人就说呢，这样会使得台湾失去了半导体生产的世界地位所以骆老师觉得，目前我们看，当然这个还必须要等到国会整个后续的通过。可是就目前谈到的，我在之前也听到了童子贤，就是他说他是用乐观的态度来看这次整个台美关税最后的一个谈判结果您觉得对于哪些行业是利多，那哪一些又是风险？利多的就是刚刚你提到的，就是工具机对他们讲是利多，因为过去因为日元贬值，还有对等关税，去年对我们工具产业影响很大，冲击很大。那现在既然关税是15%不高于日本、韩国跟他们其一的这个税率，所以表示这是15%，就是他们的保命符，也是具备应该有的竞争力。所以对工具产业来讲，今年绝对是他们的复苏的这个一年。第二个就是同样的，还是 ICT 产业，还有这个 AI 伺服器这个供应链。那我们仍然在这个产业维持的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因为这些 CSP 业者呢，都只有跟台湾来下订单。我们台湾在机柜伺服器市场又保有国际
非常强的一个竞争力，所以这部分还是持续会畅旺。只要 AI 畅旺，那他们就持续畅旺。那第三个呢，因为 AI 要用到电，所以重电跟能源基础设施这方面啊，我相信这个产业会非常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像台达电过去都没有什么特别表现，但去年就表现非常好。那像重电的话，有华电呐，还有士电这些重电的这些公司呢，去年它的股价都这个上涨超过1000块以上。像我一个朋友，他是上市公司的老板，他们做这个 AI 伺服器里面的那个线束，他的股票去年涨到1700块了。所以你可以看到，所以在这个产业里面，去年都是他们爆发的一年。那今年只要 AI 持续畅旺 ，CSP 持续资本支出有这么大的话，那他们就会持续的好。所以对我们台湾来讲，这些产业都是我们的今年最有竞争力的行业。OK， 所以因为我看从2025一直到2026年年初整个股市是呈现一个蛮两极化的，就是刚才也提到了半导体啊、AI、高科技相关的类股是一路狂飙，甚至呢使得整个大盘就坐稳了3万点当然，今年大家也在看说会继续上攻所以从投资的角度来看的话，您觉得整个大趋势怎么观察？还有包括特别是传产会担心。OK， 它会拉开，就是它跟大盘是脱钩的这个部分。我觉得台股现在跟美国的股市联动性很高，联动性非常强。所以如果美股持续畅旺的话，那我想台股就不会弱，也会跟着持续走。那至于传统产业的话，今年应该会相对比去年要好一点，因为去年呢是一个不确定关税的年，所以大家一直心浮不定，那不知道发生什么。但是现在传统产业，它既然有了 AI 的工具，那除了传统产业如何运用这个 AI 的工具，发展新的创新能力，这就是今年他们复苏的一年。所以产省可以好好利用这一年。对，像去年我们的巨大这些自行车业者就受伤都有，所以希望今年他们能够改善，然后能够充分的运用 AI 的这个工具，好好来发挥它的创新能力， OK， 创造它应该有的业绩。我们提到了 AI， 其实在2026这个 AI 的大趋势一定是不会改变的，而且是 AI 是越来越畅旺。但是 AI 会不会相对的也剥夺掉或是取代掉很多的工作机会呢？这也是很多的上班族特别是尤其是白领精英会担心的事情。Morgan Stanley 他们有一个最新研究就显示说，英国企业呢，在过去12个月，因为导入 AI， 结果出现了大约8%的净职位流失。在所有受到调查的这个主要经济体的比例当中，英国是排名最高的这个调查了英国、美国、日本、德国跟澳洲这些国家，涵盖了消费、零售、房地产、交通、医疗设备，还有汽车5大产业。而报告也指出，虽然大部分的企业都因为 AI 的出现有提升效率，但是只有在英国，特别点名的英国是英国出现了裁减职位多于新增职位的情况，显示英国的劳动市场结构对于 AI 所带来的冲击应对的弹性相对不足。那除了英国，美国也有类似的情况，因为呢，美国统计局把劳动生产力的计算方法那现在是定在是说呢，国内生产毛额的成长总量除以工作小时数，所以呢，算了下来呢，第3季实质 GDP 年增率是4.3%。那只要工作小时数没有大幅增加，劳动生产力呢就有望大幅提升。那这个数据其实代表了今天的企业能够以更少的员工完成更多的工作。可是这种成长呢，其实更应该归出我们刚才讲的，是因为计算方式的改变。比如说像是简化了人才需求啦、自动化流程啦，还有提高营运效率等等不能完全说都是因为 AI 所以造成了整体效率的提升。好，所以跟计算方式有关的，但是 AI 相关的股票呢，在2025一直到今年2026年初呢，我们看到在股票市场就是这个整个交易市场还是非常的畅旺。可是对于劳动力的贡献，为什么反而不明显？黄老师觉得？哎呀，这个 AI 到底会不会泡沫？是大概你看到每一个这个欧洲、美国的谈话性节目都会财经台都会讨论，说法都不同。对，说法不一样。看完了以后，你还是没有答案。那 AI 基本上制造业自动化害了一堆蓝领被裁员，那 AI 害一堆白领被裁员。对，因为它不需要你。可是话再说回来 ，AI 基本上它是就
大的数据库里面的一些算力，去帮你的有逻辑性的帮你去找出一些解方，或者是一些你需要的答案，或者查找资料。这些算力有一大部分是来自于脑力。换句话说，你要会用那个 AI， 你才能把 AI 发挥出来。所以 AI 如果说是科技，我去买 AI 的硬体，那个很快。但是你说人才的培育、组织的转型，我需不需要那么多人？谁管谁？这个管理的问题、在职再教育的问题，会决定那个他需要的人，他需要的人。要透过这些，他才能够更好运用 AI。我们如果以老师来当做例子如果是教授的话，如果现在面对 AI 的科技，因为学生一定要使用或者是学习 AI 的工具，那以教授来讲，比如说就是白领的阶级，那所以要如何不被 AI 给取代？我觉得最简单的讲，因为我是文科的，就是你会明显的感觉到工具都一样都是付费软体，对不对？可是你让大学部的学生，去问一个问题求答案，跟研究所的人他问问题的方式不一样。那教授当然就是更老练了。那更厉害的话，他会用不同的角度去切入一个问题，然后反复的去一直问这个问题，所以你答出来就会更精炼。我还是觉得啦，知识有的时候是靠积累的。那大数据跟冷的数字，并没有办法取代知识。对，所以其实教授还有存在的价值，是因为要怎么样能够带领学生去问出更好的问题。因为这个问对问题跟问错问题得到的结果是不一样的。还有 AI 可以帮助教授去查出来哪些学生用 AI 写答案。也是所以这个在 AI 时代确实要学会如何问更好的问题，这个是其实不只是白领我们每个人都在学，但是会引发什么样新的劳动问题？当然啦，这个劳动问题我先讲一个事就是说刚刚也提到了说，就整个一个台湾现在的股市嘛就是去年我看是有这个一个人股民超150万的一个收益我平均比如150万，但实际上我很多朋友就是没有赚钱，因为都是买一些传统产业嘛。就买错了，买错了。那 AI 买 AI 就赚大钱嘛。那 AI 可能是有300万甚至更多。那当然了，这个 AI 对劳动当然是有这种情况嘛懂 AI 的那当然薪水高不懂的可能会被边缘甚至被裁员。这是我想在 AI 带一个劳动的改变然后第二个当然就是薪资会不同用，因为有些这个很会操作薪资的，会操作 AI， 然后当然薪资就高。不会操作就低，因为明明在台积电里面有些很薪水高，有些薪水很低，虽然都很高但是实际上它就落差就有甚至有数十倍、数百倍那当然还有一个就业歧视跟所谓的招聘不公平因为现在一出来就说要懂 AI， 那不会 AI 怎么办？对吧？因为就像我跟黄老师都是我们都教文科的，那教文科的何去何从？这是有一个部分。还有我觉得整个一个人力的市场会再分配。那显而易见呢，现在我记忆很深刻，现在在整个文科里面没有人要去念。